中国现在跟美国比的话，相当于美国的90年代水平。因为中国现在有2个问题，一个是在于我们的 GDP 的水平其实很高了，但是呢，中国的国民的文化体育水平、GDP 水平不只是那个时候的水平，主要是因为我们之前呢在体育这一块重视的不是很够，现在我们呢要奋起直追嘛。好处是什么呢？之前我们有了互联网，现在我们又有了区块链，就相信我们有那个技术的加持呢会快很多，就好像之前我们在追赶全球的经济一样。虽然之前我们相距的那个距离比较远，后来通过我们的努力，用很短的时间就追上来了。我相信体育也会。我觉得这个应该是分为2个部分，一个是在之前我们可能从小的教育这一块，主要是来自于家庭吧，对他的支持力度不是很多。第2个呢，是我们中国的 GDP 的水平之前一直是没有到达一个程度，一个国家人均 GDP 到了一定的程度之后，人们呢除了经济效益之外，他关心的更多的是在于自己文化这方面的提升，身体的健康程度的提升。到了这一步的时候，人们会重视体育，这是人类发展历史的一个必然，它有这么一个过程的。但是呢，中国达到这个水准也只有短短的几年时间，它没法一下给升起来。体育它比较的慢，打个比方啊，我们喜欢看足球的人，如果呢这个人从小他不喜欢足球，或者说他不喜欢篮球，你在他成年之后再去培养是极其难的。但是呢，如果你一旦喜欢这个，或者说你从小接触了这么一个运动，你喜欢上了它，一辈子不可能脱离得了了。体育它是一个非常有魔性的。这个事情确实是需要时间，我觉得应该是5年之内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从14年我们达到的那个 GDP 到现在，已经过去了好几年的时间了，这中间是教育了一批人了。我相信再通过几年的时间，这一批人长大了，他们会真正的去投入到体育产业里面去的。我觉得体育行业以足球来说，有很多的俱乐部，他们的老板是不惜一切的是在投入的。比方说，我作为一个喜欢足球的人，他如果要支持俱乐部或者说支持运动员，他可以做的不惜一切代价的。比方说，像在欧洲的几个顶级的俱乐部，甚至老板都属于不差钱的这种，他自己可以1年投好多个亿，就因为自己的爱好，我就投在我的俱乐部上面，自己有自己的主业。相对来说，我觉得体育产业里面跟娱乐这一点也不能说光说他们这样不好，为什么呢？娱乐圈、体育圈、足球圈，他们有一个共性，你很难打入核心圈子，它是一个资源门槛超级高的行业。既然形成了很高的门槛，那就意味着很难去把那个事情给扭转，因为它的既得利益者已经是非常固定的了。私有这边有什么好处呢？我们在体育行业里面待了10年了，不管是格斗还是体育来说，我们去打交道会容易很多，这个资源门槛对我们来说要低很多。首先有一个实在的例子，比方说 ESPN， 它作为一个全球最顶部的体育媒体来说，2018年它都已经裁员裁了2次了。这个事件说明什么呢？说明它受到了新媒体的一些冲击。拿微博来举例子，如果一个著名的足球运动员，如果他进了球，作为一个足球媒体来说，生产一个新闻稿件的时候，可能就需要时间的。第2个呢，现在的用户他有很多的时长待在社交媒体上面。比方说，我之前只是在看新闻，我经常看新浪，我主动去找。但是现在呢，我平时可能是开着 Facebook、开着微信、开着微博。你长时间待在这种社交媒体上面的时候，人家可能就是在现场拍了一个照片，或者是拍了一个10秒钟的小短片，你看了之后，你就知道结果了。有很多关于赛场的比赛结果的那些八卦的，在社交媒体上太容易触达了，人们留在传统媒体上的时长短了很多，所以就是对于媒体来说有很大的一个压力在里面。在我看来，这个事情属于没有革自己的命的那种感觉。比方说，全世界用触屏技术开发手机，最开始的并不是苹果，比苹果用的更早的是诺基亚。但是诺基亚它为什么一直没有去干这个事情呢？因为整个公司里面行政、整个公司的构架、整个公司的利益的分配，全都是围绕塞班来的。忽然之间你变成触屏，整个公司要一个超级大的一个调整。这个事情呢，需要一个公司经常的去把自己放在一个如履薄冰啊那种状态下。出了新东西之后，你必须要革自己的命。
一个很大的一个促进，我们跟海南文投那一块的合作是基于在所有的赛事能够在海南落地。如果是要跟这个事件结合起来呢，就可以通过区块链的技术让它在海南落地，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事件。以前呢，它是纯粹的文化跟体育的活动或者说赛事在海南落地，现在呢，你可以将区块链的技术融入进去，可以将文化跟体育里面的流量转化为经济效益。这个比赛呢，在海南发生，经济效益呢只能落在海南，它出不了国，那所有的经济效益都会在海南当地消费。我们希望通过用区块链的技术去解决行业的痛点，一举改变目前整个产业里面的资源相对僵化的这么一个状态。我们可以通过区块链的技术，将行业的资源快速的运转运用起来，让整个产业更加的繁荣。